在我们那天，他还被衣服血起来。我挑绳挑累了。不行，挑热了，热也不能脱衣服啊。那么硬啊！穿得规规矩矩的，跳出汗了，你脱衣服，那就容易散汗，那就容易感冒，知不知道？嗯，哎，啊，嘿嘿嘿，猜他说什么？不知道。他说要陪他玩儿。没有，我真的服好无聊。好无聊啊！等会儿带弟弟啊，好无聊。等会儿弟弟都在睡觉。去写作业啊，不去，我早上看了好几篇，好几篇也去读下书啊，复习一下。我也复习了。今天有个事情没起到，么事？不是那个往年有个不是那个老表嘛，啊，他不是借我们那个钱嘛，噻。嗯那时不是打电话，他不是说那个过年回来还嘛？嗯，我昨天晚上问你有一个伴儿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都在那个地方上班嘛，两个在一起上班。我问他们回来没得，他说回来了，他还分期买了个车子，给我们5000块钱的。他把我的那个嘛手机号码、微信全部拉黑了咯。上次我叫你莫给他打电话，肯定帮他得罪了嘛。会不会人家欠你的钱打电话问我没得？问到就得罪了。问是可以问，可能你的语气有点重吧。上次我说了语气还重了，我是谦虚就说。那也是啷帮他得罪了的，你看我哪里说了什么？那也是啷帮他得罪了的。哪里晓得哟？他跟你过年回来给我又没说问到你要，然后我也是无意中听说他们回了，而且他还分期买了个车子，你说你欠人家的钱你不还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把别个拉黑噻。你跟别个一句好话，但是你跟别个说一声噻，是哎。你不是看嘛？你不打电话看嘛？不是嘛？你再打哈，你没拉黑。不是就看网络不行了。那不是网络，那不是网络问题。就经常那个手机拉黑是那种，应该是那种提示音，什么事情呢？是吧？你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忙，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通打一下呀。他现在手机拉黑，他只是不是那种，或者说直接拉黑你后再打嘛。啊。正忙，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。你拿我的电话打哈，嗯，拿我的电话打哈，那种提示是不是拉黑哦？应该是的嘛。我也找不对。以前他是说应该说直接拉黑哦。以前都是这打不通，他说真忙的嘛。你拨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以前是吧？说他手机没用了，他也不得那么提示噻，那种应该都是拉黑。啊，关键微信拉黑了嘛，你看嘛。微信拉黑了。嗯。那你用我的手机打下试哈，看我那个打得通不？那证明我，有你的号码了嘛？如果我那个打得通，你那个打不通，就证明你给拉黑了。如果两个都打不通，肯定他手机没用到。手机没用到，他的微信没用了。那也是，啊，微信绝对是给你拉黑了噻，但是号码看他用没用的噻。号码没用，他要关键我停机噻，他也不可能说一直在那个噻。那你试下噻，你试下噻。真忙哦。你也给打哈，希望你也给打不通。希望打得通噻，希望我给打不通。我心里也好过点儿，随时没拉黑噻。咦，打通了啊？你看他接不接？那都属于那个噻，不是拉黑了。那个回答通了，他都不提示真忙了。那是给你拉黑的。哦，你个号码是广东惠州的，那应该不得接。他晓得我的号码哟。哦，他晓得你的号码肯定。那你我那个号码你也不能打哟。那估计到时候你也给先拉黑了。那你这个老表真的是有点不对人的哟。
肯定不得急。没急，对。肯定不得急噻，晓得我的号码，哪没得急？那你至少打得通噻。我那个时候你就打不通嘛。哦，那都属于真的是拉黑的，我觉得太过分了。家人们应该都看过以前拍的那个视频了，就是那时候有个老表，虽然不是亲的嘛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亲。以前我们在外面打工啊，借了我的5000块钱。上次我拍视频的时候，他是听他那个语气都不怎么友好，他说又来给我转过来，过年回来给我。反正我都把这个事情也没放在心上啊，都差点忘记了，也没想起这个事情。昨天晚上就是有一个，也是一个朋友嘛，当时我们在一起，他们两个刚好也在那个一个地方上班。他就给我发了个信息，他说问我在干嘛，他们打工回来了，什么时候找我来玩。我就顺便问了一下，我就说某某某是吧？就说了老表他回来没有？他说也回来，他两个一起。他说他还搞分期啊，好像是买了一个车。当时我就想，哎，我这个家伙买车了，是不是赚到钱了，发财了？刚好我这个说现在手头也有点紧，过年了嘛，因为我就想想，我说欠我那点钱，我就去，我说可能他应该有钱了，准备去问他，你看能不能先给我啊？因为毕竟是这么多年了，他那时也答应我了。我首先发微信，一下就把我愣住了。当时这个提示就是说你被对方拉黑了，对方无法收到你的信息。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啊，我说这有什么可能的是吧？我就怀疑是不是他手机没用了，或者是微信换了微信了。接着我又翻出了号码来打号码，一直提示你拨的号码正在忙，还有什么什么留言，就说不可能，那手机也不用了，微信也不用了。刚刚我就用刘明的这个手机来试了一下，他的就能打通，但是没有接，他也知道他的号码。这个有点过分了，说实话。你说你回来没钱是吧？我又不是说非得你，这样搞的话，你得搞得这个心里就有点受不了。那你这几千块钱打水漂了？太过分了，想想真的是太不给人面子了。本来就不给你面子。你以前都是对他那么好是吧？说实话，真的对他挺好。那时候都是经常一起喝点酒啊，一起玩都是很好的，就不算是这个亲戚关系吧，是还有这个朋友关系啊。可能就上次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得罪了，我也是这样想。但是我上次也是正常的问他一下，也没有去发火，口气也是很平和的跟他说话，说他自己在那里有点有点不耐烦的那种。现在人家怎么说的是欠钱的是大爷。昨天晚上真的把我气死了，把你气得吐血了。这样吧，我就觉得他既然就不对人是吧？改天我就上他家里去要，管他。你去要？我专门挑正月份去要。你这个人，我们这边是正月份，到人家家里要钱，他就这样嘛，他就没面子嘛。周围的邻居看到了，肯定他就觉得脸上没光嘛，是吧？我就专门挑正月份去要。他就这样对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就他说你对我不仁，别给我对你不义，对吧？那你现在也去要吧？不需要，我就专门挑正月份去。你就过年去吧，过年那天去。要不就大年30去，晚上去。这样太过分了，说实话。那就给你看是大年30还是正月初1，我就去他家里问一下。那你这样真的是成为仇人了。那不然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你就算这个几千块钱，虽然说也不是很多，你就算送人，你要送给对的人呢，是吧？这种人的话，你不值得你去跟他两个这样啊，对吧？就这样说定了，大年30去就好，到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。我不去。这种人真的不用给他面子，想了一下，对吧？你去吧。哎，真是气死人了。